这是一条跟地球同时诞生的走廊，这里没有尽头，只有一排数不尽的肛门，而肛门背后则是一个个未知的平行宇宙。在此之前，两人曾数次死里逃生，他们闯荡过极寒，抵御过海啸，甚至还在某个时空撞见一头怪兽。两人一直以为是运气不好，直到阿曼达提起，在进入极寒世界之前，他想起了小时候的一场雪灾，杰森顿时就捕捉到这个关键点。What if the worlds are a reflection of our emotional state the moment we open the door?如何才能保持专注？杰森的方法是用笔，他把想家的话写在纸上，随后立马来到肛门跟前，推测正确与否，只要一试便知。如果你被平行世界的自己偷走了人生，偷走了老婆，偷走了孩子，历经磨难之后，终于回到了原本那处时空。此情此景，你的感受就是杰森的感受。那天晚上，他遭到绑架，被平行世界的自己下了药。虽然意识模糊，但这个位置绝对错不了。他迫不及待地冲上楼梯，心中那份思念让他一刻都不愿停留。然而，刚走出工厂，两人就发现一件怪事：街道上空空荡荡，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很明显，这里并不是杰森要找的那处时空。阿曼达劝他离开，但杰森拒绝了。倘若弄不清问题的根源，就永远无法真正掌控那条走廊。于是二人捡了台野生吉普，立即朝着目的地赶去。一路上，他们没有碰到一个活人，周围安静的出奇，就好像这是一座死城。片刻之后，两人终于赶到杰森的住处，房门上着锁，他用力敲了敲，许久没有回应。他以为家里没人，正要转身离开，没想到Daniela. Jason, What's happened? they carried you out. They told me you would die. I don't think you'd be safe. 这里只是一处平行世界，她也不是他真正的妻子，但杰森还是忍不住跟了上去。Where's Charlie? He's still up in his room. No one's come to take him yet. 这时候，屋外突然传来阿曼达的呼喊，巡逻的士兵发现了他们，在确认两人血检呈阴性后，对方并没有为难他们。杰森求医生救救妻子，可丹尼拉的情况早已无力回天。出于人道主义，医生留下了几支吗啡，虽然不能救命，但至少可以让患者走得相对体面。平行世界的妻子算妻子吗？在杰森看来是这样的，所以他不顾阿曼达的劝阻，执意把药送了进去。They won't take me. You gave me these To help me. to make it all right.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能精确地预知死亡时间，却对此无能为力。沉默片刻，他无奈地接受了命运。Okay. But I miss you so much. 丹尼拉不是在跟生者对话，而是在向丈夫的亡魂诉说思念。当一家三口同时患上绝症，撑得最久的那个人一定最为痛苦。死亡对他来说不只是生命的终结，还有对所有美好回忆即将消散的遗憾。但这一刻他释怀了，因为来接他的不是死神，而是丈夫。他拾起针管，缓缓递到跟前，心中再无波澜，可对面的那只手却抖得格外厉害。归来之后，杰森的心情久久无法平复，这场经历带来的冲击很大，而他对家人的思念也变得愈发强烈。事后两人分析时空错乱的原因，竟发现杰森只在纸上写了一句想要找回家人。阿曼达怀疑问题就出在这儿，一方面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世界实在太多，另一方面是在杰森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大概率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情，所以门后才会呈现出那样一个世界。总结完失败经验，两人收拾好心情再次出发。这一次他们还是出现在那栋厂房，但街道上已经恢复了正常，周围熟悉的环境让杰森信心十足。他悄悄回到家，从厨房拿了把刀，随后蹑手蹑脚地来到楼上。I was doing above the serrated skyline. Where is he? Front range. Charlie! Go next door! Where is he? 见只有妻子自己，他急忙放下武器。可即便如此，对方的反应仍无比强烈。Stay there! Daniela. Hey, I'm not gonna hurt you. The knife was. 911, what's your Hey, Daniela, it's me. Yes, it's my ex-husband. He's supposed to be in prison, and he showed up at my house with a knife. Hey. No! Charlie.
这一次的时空还是不对，为了避免被抓进警局，杰森狼狈地逃了出去。往后的日子里，他不断地修改笔记，却始终找不到那个属于自己的时空。他在纸上写下常去的酒吧，结果却发现招牌颜色不对。他又补充了颜色和样式，这次招牌总算是对了，但隔壁的酒吧却变成了咖啡馆。杰森仿佛陷入了一个怪圈，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反复横跳，看上去他正无限接近那个正确的世界，但每次穿越所需的药剂已经所剩无几。为了给杰森保留更多机会，在某个平行时空，善良的阿曼达选择了留下。几天后，该来的还是来了，杰森手上只剩下最后一瓶药剂，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I'm leaving a world today where our boy made it, where Max is alive. I almost took that Jason's life the same way mine was taken. But I realized something. I need my life, my family, no one else's. I just want to be home. 大家好，欢迎来到亨利影视解说人生副本第1季第4期。按照正常故事走向，耗尽最后一瓶药剂的杰森一定会找到原本那处时空，但不要忘了那个偷走他人生的1号。为了防止自己找到回来的路，他早已准备了后手。在上期视频的结尾，1号已经完成了对老黑的培训，并将绝大多数药剂以每瓶100万的价格打包卖给了对方。等老黑离开之后，他会抽空将走廊的入口，也就是那个盒子彻底封死，到时候就算杰森能回来，也根本出不去。然而还没来得及动手，一场意外却彻底打乱了这个计划。当天下午，他去接儿子回家，为了适应父亲的身份，还特意给查理买了盒冰激凌。但就是这个再正常不过的举动，竟然引发了一系列蝴蝶效应。What's going on? Charlie, is that, oh God, is that allergy? What is it? Jack? I got it. What am I looking for? An EpiPen? Fuck! What does it look like? Fuck! This? Hold on. Oh God. What do I do? Huh? Right. 好在查理随身带着肾上腺素，这才有惊无险地逃过一劫。1号解释说，都怪自己一时疏忽，竟然没发现配料表里有坚果。这个解释令丹妮拉目瞪口呆，儿子从小就是过敏体质，任何失误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平日里，丈夫对待这些细节明明很谨慎，可今天究竟是怎么了呢？丹妮拉把近期发生的怪事告诉了闺蜜，不只是冰激凌的事，1号还分不清自己的牙刷，频繁要求亲密行为，甚至每晚都会以加班为由外出。闺蜜建议她偷偷跟踪，看看丈夫到底在忙些什么。丹妮拉觉得太过了，没有必要。但第二天发生的某件事却彻底改变了她的看法。夜里，丈夫说要给她一个惊喜，两人来到目的地，摘下眼罩，丹妮拉这才发现里面正在举办一场慈善拍卖。原本对于这种活动她很感兴趣，直到看见那幅挂在 C 位的自己画了很久的半成品，她顿时就变了脸色。 Take me home. What's the matter? I want to go home. 丹妮拉觉得面前的丈夫很陌生，她擅作主张将自己没完成的作品拿去展出拍卖，而这件事她甚至没有提前通知自己，这让丹妮拉感到冒犯，感到丢脸。但1号却认为他的初衷只是为了给妻子一个惊喜，根本没必要小题大做。两人互不相让，为此大吵一架。把妻子送回家后，他直接一脚油门扬长而去，而这一幕顿时就让丹妮拉想起了闺蜜的话，于是她立马开着另一台车跟了上去。10分钟后，1号来到几公里外的一间仓库，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数米之外，丹妮拉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丈夫为什么在这里租了间仓库？仓库里究竟藏着什么？他为什么从来没提起过这件事？女人心中满是困惑。等到1号走后，她立马跑过来查看，大门上着锁，她没办法打开，可用力一提，脚下竟露出一道10公分长的缝隙。透过门缝观察，里面堆放着很多杂物，而躺在地上的2个小瓶忽然引起了她的注意。瓶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难道丈夫近期的反常是吸毒引起的吗？ What is this? I think he's been injecting it. You mean like drugs? No. He has marks. Shit. 丹妮拉希望好友能帮忙化验一下瓶子里的液体究竟是什么成分。事关重大，威廉当即便答应下来。只是两人谁也没想到，这件小事竟会将威廉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第二天夜里，威廉单独找上1号，此时他已经弄清了瓶中液体的成分，那根本不是毒品，而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化合物，特殊到只有剽窃了威廉的科研成果才能造出这种化合物。 How could you have created this compound? Jay, it's like you
You looked inside my brain, Ryan. I swear to you, I haven't been anywhere near your research. 1号本想蒙混过关，但这件事对威廉太重要了。他隐晦地暗示对方，一旦自己的合作伙伴得知此事，警察跟律师必然会强势介入，到时候情况将彻底失控。不管这句话是不是威胁，当威廉发现药剂的那一刻，他在1号眼中就变成了一个不确定因素，而被对方盯上的后果相当严重。How about this? Why don't I just show you? 1号把威廉带到废弃厂房，注射药剂进入盒子，随着肛门关闭，一条神秘的走廊忽然出现在两人跟前。这匪夷所思的一幕彻底颠覆了威廉的认知，而接下来看到的画面更是让他永生难忘。This is Chicago. It's a different version of Chicago. It's a kinder and more progressive place than our world. You give me your phone, I'll take a picture. 威廉毫不犹豫地交出了手机，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悄然逼近。1号告诉他，类似的平行世界数不胜数，同理那里也有无数个威廉。此话一出，威廉立马意识到了什么。You're not the Jason I know, are you? 对方承认的太干脆了，一股不祥的预感顿时涌上心头。I won't be a problem for you. All right? 没有回应便是最直接的回应。威廉已经猜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可两人隔得太远，他根本无力阻止。Wait! Jay! 回来以后，1号当即给老黑的朋友打去电话，对方连夜施工，给盒子浇筑了一个水泥外壳。至此，主时空进出走廊的入口被彻底封死。无论是杰森还是威廉，想要回到这个世界，基本上再无任何可能。人生副本第1季第4期的故事就到这里。可怜的杰森，他恐怕做梦都想不到，平行世界的另一个自己竟然会这么无耻。此刻的他只剩下最后一瓶药剂，但回家的路已经被堵死，他真的还能回来吗？正常来说，1号的操作已经算是绝杀了，可他算准了一切，却唯独忽略了一个变数，而这个变数将会是扭转全局的关键。那么屏幕前的诸位，你发现这个变数了吗？如果发现了，请直接打在评论区；如果没有，那就点个收藏关注，咱们下期视频揭晓答案。